过去2年，全球科技行业经历了大规模收缩，新加坡也不能幸免。你可能已经听说 Meta、Google、Amazon、Microsoft 都在新加坡裁员。旅游与互联网平台 Agoda Booking.com、Grab、Shopee、Lazada 也缩减了客服运营区域团队。初创和独角兽更是首当其冲，很多为了延长现金流，一次性裁掉20%到30%员工。这些铁饭碗的代表，曾经是毕业生的梦想公司，也曾是行业从业者的职业巅峰，如今却接连裁员，谁会成为重灾区？为什么这些公司会突然按下撤退键？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区域总部密集的城市来说，这不是简单的个别事件，而是系统性趋势。外企、独角兽、互联网公司同时收缩，求职市场竞争瞬间加剧。对职场人来说，这波裁员潮既是挑战，也是一次重新思考职业路径的契机。接下来我们从现象、原因、影响、政府措施和个人应对5个维度来拆解，帮你看清这场风暴的全貌。这波裁员潮几乎覆盖了国际巨头、互联网平台和本地初创3类公司。国际科技巨头裁员主要是全球同步收缩，新加坡分部跟随母公司策略执行，互联网平台则多集中在客服、运营、营销等支持岗位，因为 AI 和自动化逐渐取代了部分人力。初创和独角兽受到融资环境收紧的打击最大，高利率时代资金难找，必须削减支出保命。除了全球科技行业整体降温，还有区域战略调整，公司把资源集中到增长最快的市场，削减重叠部门，把新加坡更多转为高附加值职能中心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这是结构性裁员，不是企业彻底撤离，而是岗位类型重组，从传统支持型岗位向研发、AI 数据战略职能倾斜。对普通职场人来说，这波裁员潮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不确定性变高。首先，风险上升，尤其是外企、区域中心的中后台岗位和合同工、外包职位，往往是优化名单里的第一批。其次，竞争更激烈，短期内大量求职者涌入市场，薪资议价能力下降，再次职业路径也更不稳定，许多人不得不考虑跨行业转型，或者接受灵活用工、自由职业等新模式。不过，也要看到机会。AI、半导体、绿色能源、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正在增加招聘，虽然对技能要求更高，但能给有准备的人带来更好收入和成长空间。关键是要主动出击，不要等裁员通知才开始准备。新加坡政府和工会也在行动，人力部 MOM 要求雇主遵循负责任裁员原则，提前告知合理补偿。公平雇佣联盟 TAFEP 提供申诉和指导，保障雇员权益。NTUC 职总推出职业辅导、技能培训、心理支持，帮助被裁员工快速再就业。同时，政府鼓励企业通过转岗，在培训优先保留本地员工，而不是一刀切裁掉。求职者也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 Skills Future 学分、WSG 的职业转型计划 CCP、行业预备课程，进入正在成长的新领域。这些措施的目的很明确，让裁员的冲击可控，帮助人才流向更有前景的行业，而不是流失出国或长期失业。最后最关键的是个人行动。第一，财务上要提前做缓冲，预留6到12个月生活费，检查保险和房贷偿还能力，减少心理压力。第二，职业上要提升竞争力，学习 AI 工具、数据分析、项目管理等技能，增加抗周期性，甚至考虑转向公共部门、医疗、金融等更稳定行业。第三，要熟悉自己的权益，了解裁员补偿金计算、申诉渠道，必要时向 MOM-TAF 工会求助。第四，积极规划下一步，利用政府培训、黑客松创业补助探索新的可能性。裁员潮虽然让人焦虑，但对准备好的人来说，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契机。别等风暴过去再行动，现在就是你为自己未来加分的最好时机。可以说，这场科技行业裁员潮对我们来说，既是挑战，也是一次重新定位职业的机会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需要的人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